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如何使用资料库物件取得这个资料。那这一节课就先简单来讲一下。不过前2节的资料库连线，不管是 Database First 跟 Call First， 后来我都有把这一篇的内容补充进去，因为觉得干脆一起讲会比较完整。但是影片的部分我没有重录，所以影片到这个地方就没有录到影片里面，所以只有看影片但是没有看文章的人可以参考这一篇继续往下做。那一开始的话，由于我们资料库其实做到这个步骤我们是没有任何资料的，所以我们必须先在里面加一些资料，我等一下才能够从这里把资料捞出来做一个示范。那所以说我这边已经先有6笔资料了。好，接着的话我们就要把我们前面都有使用一个资料库连线字串，然后用这个字串去连线这一个我们的资料库。那今天我们要去连线资料库取得物件，那当然要把这一个资料库的连线字串、账号、密码等等的资讯写在我们程式的某个地方。那我们最佳的位置就是放在这一个 APP 的这一个设定档里面。那我们就打开这个，把它放进去。好，那这个档其实有开发跟这一个上线区。那如果你只写上线区的话，它就是一样在开发区也会同样被继承下来，除非你开发区有写跟这个一样的名字，那它才会取这一个开发区的资料。所以我今天这边写在上线区，然后开发区没有写的话，一样都会在开发区也会取到同样的字串。那我这边就先写在上线区，因为写在哪里都一样。好，接着我们就要到 Program 这一边来加入这个资料库物件的依赖注入。那依赖注入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以后会讲，我们这边就先照做就对了。好，开启这个 program， 然后我们就找个位置把它给贴上去。那这边稍微来讲解一下这一段是在做什么。那这边 service.add 资料库物件，那这个就是一个依赖注入的一个写法。然后后面它会有一些参数，它会说使用，这边是用 SQL Server， 所以这边就点 SQL Server。然后这一串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一串就是要到我们的这个设定档去取资料的这个语法就是这样写。然后这边这一个字串的内容就是你在这边，我这边写 KCG database， 所以这边的参数就会放 KCG database， 所以这样子取下来之后就会取到这里面的内容。所以其实这一段就等于这个样子是一样的东西，只是我们不会把这一段内容写死在程式里，而是把它写到这个参数档里面，然后我们再用这个语法去参数档里面把这个连线字串给取出来。那这一段依赖注入的这一个语法写下去之后，它就会依照这个连线字串去连线我们这一个 SQL Server 的资料库的相关，怎么设定就怎么连。那接着我们连线的事前动作设定好了之后，我们就要正式的去取得我们资料库里面的这个资料。好，那我们这边先到这一个 Control 这边，那这边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我们依赖注入的这一个资料库物件呢？这边有个特殊的写法，就是我们会先在全域这边宣告一个资料库的物件，接着在建构子这边去取得我们的资料库服务。那要怎么取得我们资料库服务呢？那在 netcode 这边的话，我们有依赖注入这一个物件服务之后，在我们的建构子的这一个参数的地方就可以取到对应的物件。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这边依赖注入的这一个 KCG 的这个资料库物件，所以我们这边就取得到 KCG 资料库的物件，然后最后取得来的东西我们再把它等于到前域变数这边。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下面所有的方法都可以使用，因为这边宣告的是全域变数。好，那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可以使用这个资料库物件。好，那这个是一个 netcode 依赖注入取得资料库物件的一个写法。那如果以前你有写过 framework 的网站的这个时代的人，应该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建立一个资料库物件连线，然后相关的取资料、资料库处理就会写在这一个里面，然后就是使用这个物件去做一个资料库连线的动作。但是我们在 netcode 这边依赖注入会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取得资料库物件。那这有什么好处呢？这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处，就是在我们新手时期可能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管理生命周期，甚至连这个 using 都不会用，所以常常断写这个资料库连线，常常就把资料库的资源给撑爆了，就是时不时就会有人踩坑，让我们系统整个淡掉。
掉。但是我们现在使用这个依赖注入的写法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因为就是我们程式这边自动的会帮你管理好生命周期，你就不太需要担心会踩什么坑。那这样你这样乱用也不会让我们资料库连线给撑爆，因为它该关就关，该开就开，就会照这个程式里面的预设帮你进行这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好，那所以说我们既然已经到 Netcode 时代了，就不要用以前这种旧的方式写，我们就改成依赖注入的写法。那为什么要特别提呢？因为其实还有不少文章有看到，其实都已经在用 Netcode 了，但是还在用以前的资料库写法。那我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放不下以前的写法？但是其实这没有很难所以我这边就再介绍一下。好，那最后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取得我们刚刚在 TOP Menu 的这个资料表里面新增的资料呢？我们就简单的取一下。那我们本来是回传 View， 我这边就回传一个随便取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那这边就是资料库物件，然后是这个 TOP Menu 的这一个资料表，然后我直接随便取第一笔的 name 的这个栏位，所以等一下我们在画面上就会看到一笔 name 的资料。好，接着我们按下启动不侦错来看结果。好，有没有看到画面上已经捞出了这一笔资料，代表我们这一次的资料库设定跟取资料的语法写法都没有任何问题。好，那以上就是我们捞资料库的这一个事前设定，跟在我们的 Ctrl 之中要如何去取得资料库物件，然后来捞这一个资料。那这个影片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